打中国的死神方便，你有几成把握？哎，那个垃圾玩意儿，我3拳就能打死他。他的连胜完全就是中国人花钱包装出来的。他在我的眼里连一个3流选手都算不上，我会亲手打飞他，让全世界看一看中国人是多么的可笑。来个叉，这个方便。注意看，58战不败的死神方便竟然被打倒，还险些被黑人选手干掉。台下老外看到这一幕都开始疯狂庆祝，都以为死神方便的连胜会就此止步，但是没有想到，紧接着站起来的死神方便气场瞬变，和对手站在原地玩命对拼，誓死捍卫中国拳坛。我们有请本场比赛蓝方，他战绩出色，48战45胜 ，KO 率达到60%以上，还是法国搏击界的明星级人物，获得过 WKA 等众多世界级头衔。如果算上之前业余赛的战绩，那么他的职业赛和业余赛的战绩已经达到了116场比赛的胜利，可谓说身经百战。他今天就是死神方便的强劲对手。我们有请来自法国塞德里克杜姆贝。注意看眼前这个登场的蓝方选手，就是这一次我们死神方便的对手，来自法国的拳王塞德里克·杜姆贝。相信你也听到刚才他在赛前的嚣张言论，这个家伙也是猖狂至极啊。不过猖狂也有猖狂的资本，刚才算上他所有比赛，他已经达到了110场，可以说是法国的百胜拳王。那么这一次这个家伙不远万里前来中国，就是想挑战我们不败的死神方便。他认为我们的死神方便这个连胜完全都是中国人花钱打造出来的，不相信我们死神方便有这样的实力。所以说这个家伙呢，也是打算给我们的死神方便一点教训说是要将我们的死神方便打死在擂台上。这个家伙简直就是疯了我相信我们的死神方便一定会给他一次深刻的擂台记忆。好的，第一回合比赛正式开始。法国打过职业的拳击赛，目前他09年转为职业以后的战绩应该是59战54胜4负1平35次 KO 对方，KO 率已经达到了60%。那这样的一位选手的这个突然爆发力对方便来说还是挺危险的。而且他放话，他说我知道方便强，但是呢，他如果不曾被 KO 过，今天就让他尝一下。每一个选手面对方便这样的对手，实际上都是很兴奋的。他们希望能踩在巨人的肩膀上，踩在前辈的肩膀上，让自己更加有所成就。是。对手越强其实对自己来说呢也是一个考验，当然这也像是一针强心剂很多球队和运动员都是这样，遇强则强这样的话能激起他的比赛的欲望。那作为死神方面，现在我们看到了他从一个职业的运动员，一个顶尖的拳手，现在身份变得多元化了。是的，他变成了一位丈夫，一位父亲，一位老板，一位教练。在这么多重身份的同样的在身份的混杂中呢，虽然这个塞德里克赛前很嚣张这个表现很轻佻很猖獗，但是我们的死神方便还是要小心为上。可以看到一开始就直接将我们的死神方便击倒在地，这个家伙的拳风确实是犀利，我们的死神方便还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之外他在商场上他也要争第一。是，现在新武创新的团队的确是越来越出名，而且在这个新武3巨头3教练的这个帮助下呢，整个的这个训练的节奏也慢慢的有了起色。对，除了散打化的自由搏击之外，他在 MMA 这一块在职业拳击都布局了。然后最重要的是他已经公司准备挂牌上市，所以以后叫他财神不是死神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对方还是打得比较稳健，对，出技术出的也不多，是，而且可能也是碍于方便当年的一个前后手，又一个迎击，前后手直接连死马库斯以后呢，就很少有选手现在给方便上来就会打对拼了，漂亮，低位的摇臂，前手的平弓，后腿扫踢。而且方便善于做事先的针对性训练，没错，他会找这个法子来模仿。面对这个家伙一开始这个气势汹汹的样子我们的死神方便选择不应战，尽可能的跟对方搂抱。这个老话说得好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迎面打不是一个好想法拖一拖才是上策。方便在
调整一下自己的状况。啊，这一记啊，非常的险啊。对，双方其实是换了一拳，是，但是方面呢，好像受击打的效果明显一些。好，方面前手平方2次。对。好的，第一回合比赛正式结束啊！第一回合比赛打得还算不错，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双方选手的精彩回放。2拳，换了一拳啊！对，基本上是对方把整个的体重都压上去了。还好方便了，硬扛了下来。第二回合的比赛啊，从第一回合 OK， 那么第二回合比赛正式开始。难善终啊，是双方都是奔着把对方直接击倒或者撂平在这个擂台上为主要目的的。你说，其实这样的比赛，这双方都憋了一口气儿啊。我们看谁能先发制人。只能一次7级。那刚才就说方便了，还要借着这一次的比赛证明散打也是一个主流的格斗技，不会比其他的国家的派别来的差。没错，这也是方便。这个裁判在看，这是滑倒还是击倒？啊，并没有读秒。对，但方便要小心，方便要稳住阵脚。这个拳啊，不是弱者。要警告了。啊，老师警告了。这一回合方面打了有点惊险。斜腿。方便的这个手要在哪？好的，双方依旧还在僵持当中啊。不过很明显，这个塞德里克的拳风明显是开始往下降了，火气下去不少。这个一开始啊打这么凶的话，在后续的比赛中能不能衔接得上，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的死神方面开始不停的游走，还是在找机会啊。方面还了一拳，目前方便的防御啊有点被打穿了，要小心。对方的报价报的比方面要严一些，方面呢还主要是以这个前手在前面刺着，对，来控制距离，不想让对方打进来。方便这个头部的摇闪的要注意一下了，要注意一下。从现在这个场上的状态看，我们看这个杜姆贝的发挥还是不错的。的确，在第二回合，杜姆贝的优势还是慢慢的建立了。方便可能不能再拼拳了，是方便的找机会。如果让二老师给方面一些建议的话，你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如果是包边上头啊，如果是我的话啊，这个时候我认为应该避其锋芒。方面毕竟有优于对方的移动能力，对方有这个打后脑打得非常的明显，而且还是裁判还是有警告啊。这个我们看到了。但是方面在这场第二回合的比赛中也不乐观。对，不乐观。其实从这个身形来看的话，塞德里克确实是比我们的死神方面要壮上一些啊，显得发绑。但是这个身形不是取胜的关键，还是要小心一点啊。我们的死神方面在这一场比赛中已经是第2次被击倒，避其锋芒让对方的整个的这一回合的气势压下去以后，再从第2回合再找回来，我认为是一个更加稳妥和安全的办法。对，而且头部的防守还要注意。没错，是看到方便被打穿了，前手摆拳被打穿了。实际上我看对方这杜姆贝的这个拳的精准命中率也不是很高，对，我看大部分是拿这个手臂抡在身上的。快拆了，方面加油！其实我们也希望方面在这回合当中能够有所调整啊。而且方便的距离抓的不太好，他那个侧出来的头啊都过了头。在上一回合当中，应该说稍稍的有一显劣势，一定要小心，对方在找机会了。最后这个很重要了。好，对方在找机会了，我们看对方的眼神已经没事，不是强毒，你自己跑到处理脚那个耍宝，法国选手来耍宝，还以为躲那边。不愧是我们的死神方面啊！第3次被击倒之后啊，这个正常其他对手这个时候就已经站不起来了，但是我们的死神方面依旧是顽强的站了起来，而且状态相当不错。开始啊，这个气氛就变得不一样了，死神方面眼神也开始变得犀利，看来是下狠心要跟这个塞德里克拼命了。方面目前还是有
后面还有机会，后面还有时间。方便如果出高腿的话，对方应该是在抓这个机会，在等。而且方便出的是侧踹，他不是出边腿，出边腿效果后白，漂亮！突击，想了很久，想到了这一招。杜姆贝的这个低位的摇臂的确是做的很多，而且很好。对，在第2回合，杜姆贝用这种低位的摇臂跟方便的对劈中占了不少的便宜。是啊。而且刚刚我们听到这个杜姆贝的教练一直在喊 hands up hands up， 手举起来，手举起来。如果小看我们的死神方便，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误。那希望方便呢，赶快找到对策。实在有点不方便担心了。下劈，还有这个好的，目前双方的话还是在鏖战当中啊。死神方面可以说是越打越猛，反观这个塞德里克是明显的有一些体能下降严重了，脚步虚浮啊，现在也是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都做得很不到位。来看一下我们的方面能不能再接再厉啊，争取在这短短的时间内干掉他。拼了！但是动作太大了，他的腿法动作太大了，没有隐蔽性。觉得方便这几波的攻击啊，他都不算有效的攻击。时间呢在慢慢的推移，我们看看双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战术的变化。看杜姆贝整个的拳法技术呢，还是以这种抡摆为主。对，实际上如果作为心态平衡的方面来说，应该对防御这样的腿法不是那么的难，这样的拳法不是那么的难。是的，但是现在方便在心理失衡，而且主动求战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没办法控制了，没办法。心态上、情绪上都有一些影响和变化。而其实刚才说了，杜姆贝他的这个整个看一下。好的，比赛正式结束啊！太可惜了啊，竟然没有干掉这个塞德里克。但是刚才那一瞬间的连续拼拳，真的是不给塞德里克任何的机会啊！我们来看一下精彩片段，顺便等一下裁判的最终判决结果。但是在跟杜姆贝在第2回合双方的拼拳中呢，还是可能会出现加时在做准备。哎，对的，不敢太快把拳套拆掉。下面宣布比赛结果。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3 rounds of action, the judges' scorecard reveals a draw. We are going for 1 more round. 平局，加赛一局。这样出现了。哎呦，真的是万万没有想到啊！双方打得太过精彩，所以说平局。那么加时赛正式开始。方便侧踹，一样是侧踹开入。对方还还了一个侧踹，这个很奇怪啊。模仿又侧踹了，方便接腿带踹。看起来目前哇，一个低位的摇臂直接钻进来了，但是方便被撞到头啊。杜姆贝扫高扫，这高扫透过拳套打中了，打到自己。双方对拼拳，方便直接前手刺拳拿臂往外一顶，看来方便就是要打距离了。是，小心。而且这第4回合靠到对方身上了。把整个前冲都冲过去，这样会很危险。方便现在还是在打游移。我们非常希望方便，我觉得方便3回合打完。整个的情绪也冷静下来了，很简单的。对这一回合应该说的有所调整，而且呢非常重要。哎呦，好的，我们方便这一拳啊，直接是让这个塞德里克站立不稳，整个人向我们的方便倾斜过来。加时赛打的真是更加的精彩啊！方便的步伐也是越来越灵活，虽然说体能消耗确实是很大，但是目前谁能打赢这一场加时赛，谁就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对，是要这种一下一下的累积。那方便的拳呢是透过打轮胎打出来的，所以呢拳呢是很重的。相对来说，对方的拳没有方便的拳突发速度快。对，那这样方便可以一拳一拳累积自己的优势，也是一个不错的战术。是的。
而且从现在看，杜姆贝其实整个前几回合打的看起来好像这个比较有效果，但是其实真正的准确率还是比较差一些的。从这回合来讲，看方便应该一拳是一拳，一下是一下。目前的希望是跟方便打乱战，对，打白刃战。方便现在是没有给他这个机会。我们看方便好像打的也是这个主意啊，哈。方便一直在保持着移动，对的，来的移动，不断突袭，不断移动，打到退。手机呢？法国选手很懂得打心理战啊，跟裁判打心理战。是，一直在跟裁判在卖萌啊。对，没事就跑到这踩脚那边耍个宝啊。这个方便啊，好险啊！刚才方便低头的时候，对方用了一个下抛拳啊，这个是。那么到目前来看的话，塞德利克真的是打不中我们的方便了，非常漂亮。这个时候已经是完全的神志不清了啊！我们的方便只需要简简单单找到一个机会，我相信一定能干掉这个塞德里克。方便有没有机会？再来一下，方便。对啊，你不要让积分踩到。我们3位都沉浸在这场比赛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的沉思中了，非常的惊险啊！来看，下面宣布比赛结果。哎呦，真的是非常的可惜啊！方便到最后也没有将这个塞德里克 KO， 但是我相信这一场比赛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死神方便的。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与支持，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Judge 2 scores about 9-10, and Judge 3 scores about 10-9. We have a split decision. Your winner in the red corner, Fang Bian. 比赛结果，红方